大学院讲第5讲，以修身为本，助利己达人志。即从院修出发，走入身心觉醒之道。尊敬的各位同道修院者，大家好。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精神长河中，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奠基之作，以其深邃的思想光芒，照亮了无数人的生命旅程。这部经典不仅阐明了明德亲民、止于至善的为学宗旨，更以3纲领、8条目构建起一套完整而系统的修行体系。在这一宏大体系中，修身为本犹如定海神针，既是个体生命觉醒的起点，也是实现家国天下理想的基石。本讲以修身为主轴，从愿修之心、愿修之境、愿修之路、愿修之为4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，旨在揭示真正的修身之道，始于内心的愿力觉醒，成于持续的躬身实践。愿修不是被动的道德约束，而是主动的生命选择；不是短暂的心血来潮，而是毕生的修行功课。以愿修之心，修身乃生命愿觉的原点。大学开篇即言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衣食皆以修身为本。这短短14字道破了一个千古真理：修身不是外在强加的道德规范，而是生命自觉的内在召唤。正如孔子所言：我欲人，斯人至矣。当我们真正生发愿修之心时，修身便不再是负担，而成为生命成长的自然需求。愿修之心本质上是对生命本真的向往与回归，它是一种明德的渴望，是对光明德性的主动追寻。王阳明在龙巢悟道的历程，正是愿修之心的生动写照。身处蛮荒之地，面对生死考验，他依然发出不问身处何境，无心仍愿为圣的坚定誓愿。正是这份愿力，让他突破了认知的桎梏，悟得心即理的真谛。这启示我们，愿力是破除一切障碍的精神利刃，是打开生命境界的关键钥匙。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，正是建立在愿修的可能性之上。无论身份高低、地位贵贱，每个人都拥有生发愿修之心的能力。庶民因修身而安身立命，找到生命的意义；天子因修身而正己率民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。这种修身共识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根基。2愿修之境，多为修身的愿力结构。愿修之心一旦生发，便会展开为一个多为立体的修行结构，涵盖道德认知、价值等多个层面。1、道德维度，愿我人民爱物，践行无悔。真正的道德修养，不是迫于外界压力的被动行为，而是源于内心愿力的主动选择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，并非出于道德说教，而是源自愿为天下生民的深厚愿心。海瑞冒死进谏的刚正不阿是愿守人间正道的正义，愿力在驱动。在愿修者眼中，道德不再是冰冷的教条，而是温暖的生命实践，是愿力在人间的具体显现。2、认知维度，愿我知行合一，明辨精进。修身不仅是道德修养，更是认知与实践的统一。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新民启智，正是源于愿以文章唤醒时代的文化自觉。他既精研国学经典，又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，真正做到了中西贯通、古今融汇。苏轼在宦海沉浮中依然保持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心境，得益于愿托人生执着的精神追求。愿修之人，以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为修行方法，将知识转化为智慧，将学问内化为品格。3、价值维度，愿我超越小我，承载大业。张载的横渠4句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将修身的价值推向了新的高度。这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追求，更是对人类文明的庄严承诺。在当代，嫦娥团队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以愿探星河为志向，将个人理想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相连。扶贫干部以愿解民生多艰为使命，在乡村振兴一线默默奉献。这些都是愿力超越小我，通向大我的生动实践。3愿修之路，以愿行入实践的修身工程。大学不仅提出了修身的目标，更为我们指明了具体的修行路径。8条目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愿行系统，指导我们将愿修之心转化为切实的行动。1、日省吾身，愿照内心，日日自觉。自我反省是修身的重要方法。曾国藩坚持写求缺日记，以无愿为圣的高标准检视自己的言行，不放过任何细微的过失。在当代，我们可以通过写成长日志、进行冥想反思等方式，让愿力成为照亮内心的明镜。这种每日的自我关照，不是自我苛责，而是对生命成长的主动呵护。2、见贤思齐，
愿连圣贤以善为师。修身不是闭门造车，而是与古往今来的圣贤对话。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学习资源，可以跨越时空向榜样学习。从南丁格尔的人道主义精神到钱学森的爱国情怀，从张桂梅的教育坚守到袁隆平的科研执着，这些都是愿修路上的精神灯塔。同时，我们也要以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态度，从反面案例中吸取教训，不断完善自我。3. 学思践悟，愿由之起，行于实处。真正的修身必须做到知行合一。如果学习环保知识，就要在生活中践行垃圾分类节能减排；如果认同儒家的仁义思想，就要在日常中做到孝亲尊师、诚实守信。愿力只有转化为具体行动，才能真正实现修身的目标。这种学思践悟的修行模式，体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活的完美结合。4. 愿修之为，在时代中守本心建大业。在当今这个价值多元、物欲横流的时代，愿修之心更显珍贵。它既是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，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。1. 个体维度，愿修是精神的锚。面对功利主义的诱惑和浮躁风气的影响，愿修者能够坚守本心，保持清醒。科研工作者以愿守学术诚信为原则，拒绝学术不端。青年学子以愿成理想之火为信念，不随波逐流。愿修让我们从被动的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，以主动的愿力驱动生命成长。2. 社会维度，愿修是文明的细胞更新。当每个社会成员都生发愿修之心，整个社会就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。在家庭中，愿传优良家风；在职场中，愿建和谐生态；在公共领域，愿守社会公德。这些个体愿力的汇聚，如同涓涓细流，最终汇成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。3. 青年维度，愿修是与时代同步的热血脉搏。新时代的青年以愿以青春报国的豪情，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无论是在航天科研的前沿阵地，还是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；无论是在抗疫救灾的第一线，还是在科技创新的主战场，都能看到青年愿修者的身影。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修身早已超越独善其身的局限，成为兼济天下的青春实践。结语：愿修不止，修愿无尽。大学的修身智慧，归根到底是一场愿修哲学的生命实践。它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能力生发愿修之心，都可以通过持续的修行实现生命的升华。从王阳明的世上磨练，到新时代青年愿以无辈之青春守护盛世中华的庄严承诺，愿修的火种代代相传，照亮了中华文明的前行之路。愿我们都能以愿修之心为起点，以躬身实践为路径，筑起己立利人、己达达人的桥梁。让我们在修身的道路上携手同行，共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篇章。下一讲，我们将走进齐家之道，探讨家庭场域中的修身实践。期待与大家继续这场意义深远的精神之旅。愿我修身为本，致力而达人，以身行愿，光照德行。